你知道最讨厌马斯克的人群是谁吗？答案可能会让你意外，那不是网上的黑粉，而是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密切合作过的同事们。这个被誉为引领时代的商业奇才，曾经凭借一己之力创造了黄页和网上支付两大风口。但每次成功之后，从投资人到老员工，所有人的唯一诉求都只有一个：让创始人马斯克滚蛋。理由也很简单直接，这小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都说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再不济你也得跟掏钱的投资人搞好关系吧。但我想跟你分享的却是一个天生低情商的人，如何在波诡云谲的商场中一步步升级打怪，最终逆袭成为现实版钢铁侠的发家传奇。这个故事既解释了一个混蛋是如何在被全行业讨厌的同时，做成了一个连马云都做不起来的黄页项目，还把支付带到了线上，彻底改革了银行业。同时也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马斯克究竟是干为你我牺牲一切的人类之光，还是真如身边人所说的那样，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而这一切还得从马斯克为什么没有扁桃体说起。系好安全带，发车了。1971年出生在南非的马斯克，打小就不爱搭理人。那父母呢，一度以为马斯克的耳朵有问题，为了增强听力，也不知道从哪找了个医生，整了个偏方，把他的扁桃体就给摘了。可是丢了扁桃体的马斯克呢，还是对外界无动于衷。家人这才反应过来，这孩子啊，就是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已。这样的天性让阅读格外适合马斯克，他每天能读10个小时的书，小学3、4年级就把学校和临近图书馆的书全看完了，还背下了2本大英百科全书。在读完自己最喜欢的银河系漫游指南后，小马斯克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去为全人类争取更大的集体受益。什么是更大的集体受益呢？年幼的马斯克并没有答案，但是为了寻找这个答案，他付出了一段健康成长的童年。当时，计算机这一新奇事物刚刚传入南非，马斯克仿佛找到了那个能替全人类争取集体受益的路径。为此，他一连3天3夜不睡觉的去自学编程。虽然急于思考让他能一下子学完正常人需要6个月的编程课，但也让他舍弃了社交，进一步加深了与外界的格格不入。于是，在学校，马斯克被视作怪胎，没少受欺凌。同学们把他从楼上一脚踹了下去，还把他群殴倒在医院躺了1周。而回了家也一样，马斯克父母离异，他觉得父亲一个人过太可怜了，于是跑去跟了爸爸。谁知道父亲脾气差就算了，还跟小马斯克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坚信互联网就是能帮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答案，马斯克对远在美国的硅谷产生了向往，时不时就缠着父亲带他移民到美国。这一看，家里输了个不爱国的败家子，老父亲是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给管家放了假，什么远大理想、人生价值，你先把这屋子给我打扫干净了再说。无论是校园暴力还是父亲的高压教育，都没能改变小马斯克对硅谷的向往，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自己就是对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周围的人不理解他。为此，要实现自己的信念，唯一的办法那就只有逃离。1988年，南非法律调整，马斯克可以继承母亲的加拿大国籍了。他终于等到了逃离的契机，决定以加拿大为跳板前往美国。于是那年，刚从南非比勒陀利亚男子高中毕业的马斯克申请了加拿大护照，便再也没有回来过。1994年暑假，马斯克终于去到向往已久的硅谷，找到了2份实习。白天在实验室里研究电动车的电池，晚上又跑去另一家公司写一款火箭游戏的代码。命运的齿轮仿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转动了。在宾夕法尼亚拿到双学位后，原本该去斯坦福大学攻读双学位的马斯克，只上了2天就退学了。理由是抵抗不了互联网诱惑的他，坚持要去硅谷创业。可创业总得要有启动资金吧？没想到，正当马斯克为钱发愁时，那个跟他一直不对付，此时还远在南非的父亲，居然给他送上了28000美元。在不对付的父亲跟自己的梦想面前，马斯克会纠结吗？没有啊，他坦然地接受了这笔资助。完了，该不对付，继续不对付，甚至至今都不准自己的孩子见爷爷。虽然这启动资金解决了，但马斯克每天都在无奈地面对创业的2大究极问题：我该干点啥呢？我又能干点啥呢？谁知一个上门的推销员竟意外地给了马斯克启发。这个推销员是给网站拉新的，但是他介绍了半天都是阿巴阿巴的，愣是说不清楚自己公司是干啥的。那从小就精通计算机的马斯克里了李思路，发现这个人说的不就是黄页吗？那会儿互联网刚刚问世，谁都知道黄页很可能就是第一波风口，但销售的无知让马斯克立马敏感到了商机，连从业者都没搞明白这到底是个啥，说明这正是我还来得及赶的风口。刚好这东西我能做啊！就这样，马斯克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站 Zip2，还用包吃包助招到了第1位程序员。这个程序员是个韩国人，本就为待遇犯愁呢，硅谷很多企业都没有这待遇，没想到年纪轻轻就遇上了这种好事，那肯定进的是个大厂嘛。可是入职以后呢，才发现包吃包住的意思是跟马老板同吃同住。随着入职的程序员越来越多，网站很快就搭建好了。接着马斯克一家家跑，说服了很多店铺在网上登记，还跟地图企业合作，方便登录网站的人能够快速了解到当地门店的具体信息。
没错，这算是大众点评的祖师爷了，只是跟大众点评辗转的经历不同，因为做得够早，SIP2一路顺风顺水，很快拿到了一笔300万美元的投资。可随着资本入场，马斯克反而遭遇了自己在硅谷的首次滑铁卢。在投资人和员工的威逼下，马斯克不得不从 CEO 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理由是马斯克的性格不适合管理公司，这点和他同吃同住的老员工们最有发言权了。员工们经常在第二天回到办公室后，发现马斯克悄悄改了他们写了一整天的代码，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你们都是白痴，这写的啥玩意儿？不仅如此，马斯克还坚信这世上就没有需要超过1个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注意，这可不是用来拖员工的话术，他是真的这样认为的，甚至在日后造火箭和电动车上也坚持这点。而这可把底下的人给逼疯了，原先碍于老板的身份，员工只能忍受马斯克那不顾及他人死活的管理理念。可等话语权比马斯克还大的投资人来了以后，大家都开始抒发对马斯克的不满了。刚好那是一家电脑公司想要收购 SIP2，这投资人一心想卖个好价钱，担心被金主看到了掌舵人口碑这么差会影响收购，于是投资人对马斯克说：“我看你骨骼惊奇，做黄页哪配得上你啊？反正这只是你的第1家公司，我们先把钱赚了，你拿着钱就可以去建自己的第2、第3家公司，到时候星辰大海可不都是你一人的。”马斯克很想继续当 CEO， 但还是被这套说辞给说服了。倒不是因为他们说的多有道理，而是因为马斯克还真有一个比做黄页更能实现替全人类争取集体受益的好项目——网上银行。早在加拿大读书那会儿，马斯克就已经想做这项目，理由是能够改革传统银行业。相比于蹭互联网的风口，用互联网去改革金融业，无疑更符合他的人生理念。只是碍于初来乍到、没钱没人脉的窘境，他只能一步步积累资本。可随着收购案的确认，马斯克这下是彻底摊牌了，不装了。当时距离 SIP2被卖掉还有1个月。董事会还在货比三家，看谁出价高呢？马斯克就已经在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里大张旗鼓的挖墙脚，话术都和投资人劝退自己的如出一辙。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惊奇，做黄页哪配得上你啊？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下一家公司？后来 SIP2被康柏收购，分到2200万美元的马斯克立马创立的金融公司 X.com。这家公司后来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 PayPal。没错，正是那个启发了马云、马化腾的移动支付鼻祖。而除了马斯克，这家公司的几位联合创始人同样不凡，世界上最大的长视频网站 YouTube、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和全美最大的点评网站 Yelp 的创始人都出自 PayPal。此外，许多科技领域的顶级投资人履历上也有 PayPal 的经历，因为这些人如今都已经成为了硅谷的统治阶级，他们也被媒体统称为 PayPal 黑帮。你有没有想过，马斯克的公司为什么都必带 X？除了不惜违背商业逻辑，也要把推特这个用了17年的名字改为 X 外，从特斯拉到 SpaceX， 再到成立不久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这马斯克几乎把旗下的公司全打包进了名叫 X 的母公司。他自己说是计划用 X 背后所表示的触及全部人的理念，打造一个能提供一切服务的平台。而这个平台与过往各种提出类似概念的平台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局限于互联网，从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新能源到事关全人类未来的星际移民，如此宏大的计划真能实现吗？其实马斯克早在24年前就开始实施自己的 X 计划了，那是他的第2个创业项目，以改革传统银行业为使命的网上银行 X.com。这个项目不仅成功急了传统银行的命，甚至在后来进入中国市场时，直接掀起了移动支付的新风口。但任谁都没想到 X.com 的成功，非但没有让马斯克走上人生巅峰，反而令他被一脚踢出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并且从这家公司出来的人都拒不承认他的创始人身份，甚至马斯克最后还是因为这个 X 离开了美国。时隔多年，马斯克重拾 X 计划，究竟意欲何为？要说清楚他与这个字母的爱恨情仇，我们还得从马斯克早年发现的一个金融业 bug 说起。1989年，马斯克进入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皇后大学学习之余，他会给社会名人发邮件寻找学习的机会。一次，他用邮件说服了一位银行高管见面，在马斯克的嘴炮下，只用1顿饭的时间，高管就答应了给马斯克一个在新斯科舍银行实习的机会。实习期间，在查看第三世界债券时，他觉得这些债券的价格有点低，毕竟第三世界国家嘛，没人相信这些穷国家有能力支付债务。但马斯克却认为这些债务背后都有美国做担保，实际价格应该是看美国的支付能力，而不是这些穷国家。一通计算后，马斯克发现债券的实际价格要比市价高出1倍，也就是说，只要买入这些债券就能稳赚1倍。马斯克发现了能赚大钱的 bug， 兴冲冲地跑进了领导办公室，结果领导只说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弄吧。”马斯克并没有被领导的敷衍所打击，而是立马打电话给交易所，说自己要买很多第三世界债券。交易员一听来大活了，忙问马斯克大概需要多少钱呢？马斯克想了想，回答道：100亿美元吧。因为过于夸张的金额，这笔交易在电话挂断的那一刻就没了下文。少赚是不是赔呢？这趟空手而回，让马斯克认为，正是因为有太蠢太多像他那个敷衍领导一样的银行家，整天不干正事，才让他发现了这么大一个 bug。
也正是因为他们整天正事不干，没真给他批这100亿美元，又让他错过了这个机会。于是从那时起，马斯克就决定，一旦有机会，就一定要急了传统银行的命。所以，即便后来转学去了美国常青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在硅谷时期时，还在公开场合说，传统金融业向互联网金融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于是，在我们上一集说到，马斯克卖掉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后，他立马做起了心心念念的互联网金融新公司，叫 X.com。从1965年到1980年这一时期出生的人被称为 X 世代，也是第一次用字母命名的一代人。作为 X 世代的一员，马斯克天生就带有字母 X 的另一重含义，反对传统。这次，马斯克吸取了在 Zip2被他视作白痴的投资人和员工一起从 CEO 位置上拉下马的教训，直接绕开白痴，找了一帮天才合伙干革命。都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3个诸葛亮在一起，有的时候或许还不如屁股狼。很快，几位同样天才的 X.com 合伙人一致认为，网上银行的安全问题不可能解决，要想急了传统银行的命，纯属天方夜谭。但这事马斯克都想多少年了，能是天方夜谭吗？于是他贯彻了错不在我的性格底色，向这群天才解释他们之所以觉得不可能的原因，因为你们都是白痴。这可把这帮合伙人气坏了，就你要急银行的命是吧？我们先把你割掉。等公司运营5个月还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一名合伙人向马斯克发难，要么我当 CEO， 要么我把所有人带走，自己成立一家新公司。这马斯克什么脾气？立马回答道：你他妈的，赶紧去成立自己的新公司吧，我可不吃这套。话音未落，那个创始人还真带走了几乎全部的人。而马斯克看了看空下来的工位后，也没啥反应，只是冲着 HR 说：“你怎么还不招人呢？”在 HR 们边骂娘边加班的努力下，新团队很快就到位了。1999年11月，在马斯克世界上没有一件事需要超过1个小时完成的路线指导下 ，X.com 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随后，马斯克采用了在当时从未有过的营销手段，只要注册，任何人都能收到20美元的现金。如果把 X.com 成功推荐给熟人，还能额外收到10美元。在这样的送钱营销下，很快就有20万人注册了 X.com。很多年后，这个方法同样成就了大洋彼岸的团购大战、外卖大战以及打车大战等等。但在当时，无论是眼光还是营销手段都远超时代的马斯克，却并没有一帆风顺，因为他那被视作不切实际的网上银行项目，意外的碰上了一个强劲对手 PayPal。PayPal 从没想过要急谁的命，他们不知道电子支付有什么前景，只知道网上购物有前景，于是就针对购物网站做了网上支付。随着网购大势到来 ，PayPal 就意外成为了马斯克的拦路虎。为了跟敌人竞争，马斯克带着团队每天工作20个小时，对老美也加班。但马斯克知道这样干只能算是内卷，关键还是要抢外部市场。为了跟 PayPal 争夺市占率 ，X.com 每天都花10万美元给新用户做注册福利。一看马斯克这么不讲武德 ，PayPal 也不甘示弱，两家打起了营销战，双方花费都在数千万美元，掀起了一场全美人民的薅羊毛热潮。最后，因为手段更高，现金更充裕，马斯克赢下了这场烧钱大战，还成功收购了 PayPal。可当 PayPal 团队加入 X.com 后，这些老对手才发现，原来讨厌马斯克的可不止作为敌人的自己。这马老板除了自个儿，其他人都是白痴的性格，是个人他就受不了。于是，在两家公司合并后不到2个月，新老高管和职员们就背着马老板搞在了一起。他们不断质疑马斯克的决策能力，还在硅谷的一家酒吧里策划了一场推翻马斯克的密谋。当时马斯克正带着第一任妻子贾斯汀去悉尼度蜜月，马老板还在天上飞的时候，一封高管们的联署请愿书被交给了董事会。飞机落地后，马斯克收到了极个别忠于自己的员工的汇报电话，意识到大事不妙的马斯克立马买了回程的机票，只留下妻子原地蒙圈。说好的蜜月呢？马斯克是紧赶慢赶，回到硅谷时还是晚了一步。不仅 CEO 没了，收购了 PayPal 的 X.com 名字反而变成了 PayPal，X.com 不复存在。马斯克再一次失去了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的主导权。再后来 ，eBay 试图收购 PayPal， 而马斯克坚持认为 PayPal 具有独自上市的可能性，但没人再把他的建议当回事了。所有人都嘲讽道，如果再让马斯克在 CEO 的位置上再待半年，公司就完蛋了。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注意到，如果 PayPal 当时按马斯克的建议独立上市，那么到了2014年，它的市值将达到3520亿美元。可这对遭受过马斯克职场破案的人来说重要吗？不重要的是，他们的老板不能再是马斯克了。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 PayPal 的老员工拒绝承认马斯克是创始人，说他在每个紧要关头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至于他的成功，不过是运气罢了。靠运气能把马云没做成的黄页给做成吗？靠运气能在20多年前就做出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急了传统银行的命吗？靠运气又能让20多年后的中国互联网大佬还在照抄他的营销手段吗？当然不能，这点马斯克清楚，所有人也都清楚。但因为马斯克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外界的生死通通与我无关的性格，又让他不被自己的员工，甚至不被整个硅谷喜欢。但能做到世界首富的，真就不是一般人，被这样非议了，
还没陷入精神内耗，而是再一次贯彻了错不在我的人生信条，认为一切都是因为这帮所谓的硅谷精英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雄心和希望，容不下真正的伟大。不信你看，他们唯一做的事情不就是想办法让更多人点击广告变现吗？已经靠 Zip2 和 PayPal 的收购分红完成了原始积累的马斯克，再一次想起了南非，想起了在被父亲责罚、同学霸凌后，一个人躲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日子。那时他最喜欢的小说叫《银河系漫游指南》。在第一次读完这本书后，小马斯克就已经提出了那个观点：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为全人类争取更大的集体受益。曾经的他坚信，争取人类受益的实现路径只存在于硅谷，因为那里是允许冒险、颠覆与创新的天堂，简直就是时代给予他们这些 X 世代最大的馈赠。可随着 X.com 重蹈 Zip2 的覆辙，他开始反思，或许互联网并不是 X.com 的全部。从社交网站到人工智能，从新能源到星际移民，如今马斯克所构造的 X 平台已经囊括了决定人类未来的方方面面。如果这个计划真能成功，无疑会给我们的未来提供更广阔的可能性。而从他离开硅谷后的种种选择，都表明他很可能是认真的。回溯马斯克的经历，在硅谷的失败似乎并不代表他开始怀疑 X 所代表的反传统精神，更可能是帮他意识到 X 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除了反抗，这个字母还代表着未知一切。于是，时年31岁的马斯克再一次选择了离开，他放弃了自己对硅谷打小就有的执念，转而把目光移向了更广阔的星辰大海。2002年6月，在洛杉矶郊区埃尔塞贡多格兰大道1310号，一家致力于火星移民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成立。那个让他差点身败名裂，又以枭雄姿态逆袭为人类之光的新事业，那个令他倾家荡产，又在最后通过纵横捭阖完成补血复仇并创造商业传奇的私人火箭项目亟待发射。你认为马斯克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以私人公司为单位，实现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才能完成的火箭项目，这无疑像极了时代的英雄。可如果我告诉你，这份成功的背后是拿创业老陈当替罪羔羊，是抛弃结发妻子换取公司利益，你还会这么想吗？可即便这样，马斯克还是被人称为现代钢铁侠。但奇怪的是，在马斯克收获如此美誉的2007年 ，SpaceX 不仅没能成功发射火箭，而且他前2次的失利还整得马斯克濒临破产，加上另外一家公司特斯拉在当时也是一辆车都没造出来。那会儿的马斯克可谓妥妥的失败者，一个 loser 为何会被称为堪比钢铁侠的人类之光？要说清楚这一切，我们还得从马斯克离开硅谷说起。自从 PayPal 把马斯克赶下 CEO 位，对硅谷彻底失望的马斯克就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非互联网创业项目。他很早就参加过太空移民的主题会，实习时做过火箭游戏，而星际移民也确实更符合马斯克自小树立的为全人类争取集体受益的人生目标。于是，当 eBay 以15亿美元收购了 PayPal 后，他立马就从1.6亿美元的分红里拿出了1亿，投给了自己的新公司，以实现火星移民为终极目标的 SpaceX。公司刚成立，他就宣布 SpaceX 的第一枚火箭猎鹰1号将在公司成立的第15个月进行首次发射。这个消息一公布就被所有人嘲笑，因为对造火箭来说，这个时间完完全全不切实际。但马斯克可不管这些，他给工程师下了死命令。工程师团队负责人叫霍夫曼，为了完成马老板的任务，他带着工程师们每天工作20个小时，只有周日晚上8点左右才能休息一会儿。在所有人夜疯狂的加班加点下，15个月后 ，SpaceX 的第一枚火箭仍在火箭引擎测试阶段。一看员工已经卷成这样了，马老板也不好说什么，默默地把发射档期往后延了几个月。于是霍夫曼又带着工程师们继续没日没夜的加班，在所有人的再次努力下 ，SpaceX 终于造出了第一架火箭的模型。因为组装好后完全无法运行，这个所谓的火箭只能摆那摆着。那没办法了，只能再延期。2005年5月，火箭终于按计划被送到了范登堡空军基地进行发射。谁知道这次基地的工作人员发誓说什么 SpaceX 听都没听过，我们这都是给 NASA 那种级别发射火箭的，你们这种后面排队去吧。那排多久呢？一看排号的都排到明年了。马斯克急了，说好的15个月，15个月后又15个月，眼下这都35个月了，媒体们都已经开始喊他吹牛大王了，这火箭今天必须飞。可马老板的话对底下人有用，这范登堡空军基地可不鸟他，既然不能让别人发，那还是让打工人发吧。接着，马斯克连夜召集高管开会商讨解决方案，最后他们决定在赤道附近的一个小岛进行自主发射。这个消息又换来了一阵群嘲，造火箭就已经够离谱的了，现在还要自己发射，你马老板一个私人公司有那条件吗？此后6个月，霍夫曼带着工程师团队跑到赤道的岛上住了半年，以此来解决火箭发射前的一系列问题。因为马老板的奇怪的预算审核标准，他们连一根钢管都没有劈下来。那没有现代化的运输装置怎么办？霍夫曼想了想，拉着底下的博士生在岛上开始铺铁轨，像野人一样用最原始的人力去拉技术含量极高的火箭。可即便这样，忙活了6个月后，还是因为一个阀门关不上，发射不得不再次延期。工程师们只能继续在岛上住着。
2006年3月，荒岛求生了1年多后，霍夫曼终于熬出头了。猎鹰1号火箭正式发射那天，马斯克也来了。他穿着短裤和平底人字拖，一个劲儿的在控制室里踱步，用最休闲的穿搭观看最紧张的火箭发射。监控画面显示，火箭起飞25秒后，引擎上方失火，随后火箭开始旋转，最后失控坠落。SpaceX 首次发射就这样失利了。霍夫曼是欲哭无泪，看来还得在这鸟不拉屎的岛上继续熬下去。可谁知转头一打开电视，新闻里居然出现了马老板在媒体的长枪短炮前，马斯克解释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有一颗螺丝没有拧紧，而据调查，那个没有拧紧螺丝的人正是工程师负责人霍夫曼。一看自己成了背锅侠，霍夫曼立刻飞去洛杉矶找马斯克当面对质，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拧紧了那枚螺丝。即便马斯克的秘书拼命阻止，也没能拦住愤怒的霍夫曼闯进马斯克的办公室，两人是大吵一架，霍夫曼就此永远离开了 SpaceX。很多年后 ，SpaceX 的高管们仍然认为对霍夫曼的处置不当。根据实际的调查结果显示，那枚螺丝是因为在寒冷空气中存放了几个月被腐蚀了。让霍夫曼当背锅侠，纯粹是为了让马斯克能给世人一个交代，以便让人相信他马斯克是遇上了猪队友才发生意外，而不是在吹牛。这让我想到了三国里曹操攻打袁术的寿春城，曹操是久攻不下，眼看粮草只剩3日之粮，曹操却骗粮官说10日之后粮草必到，你务必把这3日之粮撒足食之。为了完成任务，俩官只能把饭变成粥，再把粥变成米汤。而如此行事，必然是激起了军中将士的不满。眼看时机成熟，曹操把粮官招入帐内，我想借你一样东西以安军心，但此物我只能借不能还了。如此后，望妻子我养之，汝勿虑也。说罢，将那粮官斩首示众，说是他贪污导致这几天大家吃不饱。与此同时，拿出了所有存粮汇聚到一餐，给大家造成一种烟火充足的假象。这一招让士气大振，果然在3日之内就拿下了寿春。而马斯克的这一甩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仿佛就是提着霍夫曼的头颅，告诉底下的工程师，我们的大方向绝对正确，就是这个人的失误导致我们前功尽弃，但只要我们继续朝这个方向冲，很快就一定能成功。霍夫曼走后，工程师们又苦兮兮的在岛上住了1整年，才等到猎鹰1号的再次发射。而这次因燃料问题，火箭升空5分钟就在空中解体爆炸了。此时距离马斯克最初的15个月也已经过去了4年，这次的失利也让他在舆论场彻底陷入了被动。因为除了火箭发射又失败了，马斯克头2年新买的公司特斯拉连1辆车都没造出来。打开网络媒体，铺天盖地全是关于他大话王的负面舆论。面对媒体嘲讽，马老板也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一如既往的朝着2个无底洞里继续打着他自己的钱，没有一丁点要收手的迹象。明明看不到成功的可能，还要继续干，要不是为了发自内心的信仰，好像还真做不到。于是逐渐有人开始相信他就是现代的霍华德·休斯，只是运气不好罢了。那年首部钢铁侠开牌，小罗伯特·唐尼听说有个叫马斯克的，像极了当年的霍华德·休斯，还特意跑去 SpaceX 参观。后来电影成片里，钢铁侠的办公室还放着一辆未生产出来的特斯拉模型，这进一步帮马斯克的钢铁侠人设做了宣传。正当他即将险胜下这场舆论战的时候，没想到枕边人却发了难。那段时间，马斯克的老婆没事就在社交网站上控诉马斯克不近人情，甚至在挽留聚会上，他的老婆贾斯汀向马斯克介绍自己是个作家。谁知道马斯克老实人附体说，我老婆让我告诉你们，他出版过小说。尴尬的贾斯汀是原地扣除了30亿听，加上从不透露家庭财政方面的信息，贾斯汀觉得你马斯克就是在嫌弃我。要知道，贾斯汀跟马斯克是青梅竹马，婚后他们又育有5个孩子，并一起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岁月。这样的结发妻子发起的控诉极具威力，配合前2集我们讲过的在硅谷的坏口碑，这马斯克又从为全人类谋未来的超级英雄，一下子变成了连枕边人都漠不关心的冷血动物。马斯克很生气，他认为妻子在网上的每一次情绪宣泄都是一场针对 SpaceX 的恶意抹黑。为了已经造了5年的火箭，他跟相濡以沫的妻子提出了离婚。贾斯汀没有反应过来，祈求马斯克再试着相处1周看看吧。马斯克同意了。谁知第2天，贾斯汀就发现马斯克停掉了他的信用卡，还被中间人告知马斯克已经签好了离婚协议。从南非到硅谷，马斯克一路走来没少受排挤，所有人都受不了他的性格。在遭遇校园霸凌时，欺负他的学生不仅掐他，还不准其他人跟马斯克待在一起，甚至让马斯克仅有的朋友把马斯克约出来好，更方便掐他的。但即便如此，贾斯汀还是一如既往地陪着马斯克，还在他刚刚创业前景不明时就义无反顾地嫁给他。多年后，在采访里谈到马斯克时，贾斯汀依然数次落泪。那马斯克呢？离婚后就去旅游了，途中在酒吧认识了自己的第2任妻子，几周后就再婚了。跟前妻离婚时都不知道马斯克的财务情况有多惨，新妻子在结婚前就被马斯克告知了他的钱已经撒不了多久了。马斯克没有说谎，从 PayPal 收购暗中分到的钱经不起他这样造。SpaceX 账上的资金最多只能够再发射2次火箭。
2008年7月30日，在岛上又荒野求生了一整年的工程师们，终于熬到了猎鹰1号的第3次发射，但却因引擎故障，火箭又炸了。这次失利让工程师们在控制室内止不住的哭泣，而马斯克身上所有的钱也只够再支撑一次发射了。2008年9月，在经过连续6周不停歇的轮班工作后，猎鹰1号第4次发射火箭升空，随后舰体分离。2级舰体在经过90秒的启动后开始飞行，9分钟的旅程过后，猎鹰1号按计划停止工作。世界上第一枚私人制造的火箭成功进入了预定轨道，全地球完成这种项目的国家都屈指可数。没错，是国家，而不是某家公司。历经6年3个月后，马斯克终于完成了人类商业史上的奇迹，并顺利拿到了商业订单。马斯克长舒了一口气，他答应给员工们加薪，但造火箭带给他的麻烦却远没有结束。虽然 SpaceX 拿到了商业合同，但客户得等1年后才会付款，在此之前，员工的薪水压得马斯克喘不过气来。而彼时，他的特斯拉还是连1辆车都没造出来。浏览完2家公司的财务后，马斯克发现自己的钱只够让其中1家公司有机会活下来。2008年末，马斯克的钱彻底花完了，他开始变卖汽车和手表，也不再坐自己的私人飞机，而是改坐廉价航空。他拿特斯拉的订购由客户收取预付款，并冒着坐牢的风险挪用了这笔钱。但这些钱也很快用完了，马斯克开始到处借钱，好朋友跟新岳父也都为他抵押了房子。但特斯拉的投资人等不下去了，他们计划把马斯克送出特斯拉，好把这家名声在外却1分钱都没赚过的公司卖掉套现。眼看又要重演硅谷时的悲剧，马斯克对投资人撒谎，自己会从 SpaceX 借4000万美元给特斯拉好完成新一轮的融资，这才勉强稳住了 CEO 的位置。但 SpaceX 账上哪有钱啊？在外界看来，成功发射火箭让 SpaceX 理所当然地成为 NASA 的头号供应商，所有人都在说 NASA 的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合同将很快送上门。这也是马斯克能让特斯拉的投资人相信会有新一轮融资的原因，但人们口中的这份合同其实充满了变数。当时 NASA 主席是差点成为 SpaceX 联合创始人的格里芬，其实从这层身份已经能看出他跟马斯克私底下关系不好了，加上他是布什总统任命的，随着奥巴马在选举中的胜利，他知道自己也要下台了。而 SpaceX 看起来将取代他在美国航天事业里的地位，因此他处处针对马斯克挑硬骨头，不给 SpaceX 合同。等不到 NASA 的合同 ，SpaceX 就没钱 ，SpaceX 没钱，所谓的给特斯拉借钱也就无从谈起了。不仅特斯拉的融资进行不下去，2家公司还都得死。巨大的压力压垮了马斯克，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和不规律饮食，马斯克的体重忽上忽下，还经常在半夜做噩梦醒来，然后爬到新老婆身上尖叫。他的第2任妻子回忆说，那会儿的马斯克看起来跟死神一样。为了事业发来不在乎外面世界的马斯克开始跟奥巴马走得很近，即便在政治上他更倾向共和党。虽然马斯克到底有没有公关，美国政府公开资料没有记录，但 SpaceX 至于美国的意义让政府完全有理由帮他一把。而从结果看，最终也是在 NASA 多名官员的劝说下，格里芬才不得不把 NASA 的合同交给 SpaceX，SpaceX 就此挺了过来，也顺带帮着特斯拉撑了下去。其实 NASA 那份事关 SpaceX 和特斯拉生死的合同迟早是要给的，但没有马斯克那远超常人的抗压能力，大概率也等不到合同到手的那一天。曾让马斯克被硅谷排挤的坚持己见，反倒成了他创造 SpaceX 神话的重要因素。可成功后的马斯克在人情世故上依然近乎一张白纸，仿佛还是那个为了沉浸在自己世界，可以对外界任何声音置之不理，一度被父母认为是苏子的怪小孩。很多评论家和传记作者都把他的性格归结于那远大的火星移民愿景，这个目标太过宏大，以至于马斯克必须彻底坚持自我。为此，他不得不把那些有可能扰乱自己心智的人统统剔除出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共事多年的同伴，还是相濡以沫的枕边人，都将在他那终极目标前沦为牺牲品。2010年，马斯克炒掉了跟了他10年的秘书，理由是10年了，他终于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秘书。也是那一年，他给陪自己度过了人生最艰难时光的第2任妻子也打去了一份离婚协议。而那些被承诺涨薪的 SpaceX 工程师们，依然拿着大约50万人民币的年薪。对这些人来说，实在有太多更好的选择了。他们是清一色的常青藤名校生，往往在学校时就因表现优异被 SpaceX 挖走。进入公司前还要经过一系列考核跟数轮面试，一般公司的面试会要求面试者当场写下10几行，最多几十行的代码，但在 SpaceX， 马斯克要求必须当场写下100多行，代码写不出来就立刻走人。这招在他后来收购推特的时候也用过。可即便是这样优秀的人才，有很多都因为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被迫离开了 SpaceX。当 SpaceX 火箭成功发射并开始在商业上赚钱时，关于上市的声音开始在公司内部疯传。在荒岛求生好几年的工程师们都以为自己的人生马上就要迎来逆袭了，但马斯克却用一封信彻底断绝了他们的幻想 ，SpaceX 不会上市。如果你觉得自己比那些对冲基金经理更聪明，能靠股票赚大钱，那你完全可以直接炒股去，还管手里的 SpaceX 股票能不能变现干嘛呢？
如果说诸神在每一位天才诞生时都抛了一枚硬币，一面是疯狂，一面是伟大，那马斯克无疑是将他的那枚硬币切成了两面，把疯狂和伟大同时拿上了一垒。他是天才，是改革者，是对尘世不屑一顾却又极度渴望世俗认同的矛盾体，甚至还可能真是那个堪比钢铁侠的人类之光。但有多少宽泛的人类群体爱他到发狂，对应的就有多少具体的身边人对他恨之入骨。从南非那个备受欺凌的怪小孩到创造硅谷神话的互联网传奇，马斯克始终不被外界理解，直到 SpaceX 的成功，终于让世人开始认同他、理解他，甚至崇拜他。为此，他所付出的是同行者的纷纷离去。当然，他并不在意，如果成功的终点是孑然一身，你还会选择继续下去吗？马斯克会。或许这就是他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也决定了他的发家故事终究不是普通人能够复制的模板。随着特斯拉赶上风口，马斯克也乘风而上，一跃成为时代浪潮下最闪亮的那颗星。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他的种种讨论都将牢牢占据舆论的上风口。但在成为国际性的话题人物后，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马斯克和他的各种企业又将带来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